志明，对，我状况不太好。我刚在楼下尝一口甜茶，我什么甜味都尝不出来。对，我试过了，水果也一样，代糖也一样。好，知道了。谁？喂，国防部吗？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打扫房间啊？是，不是，里面有一只手机，尽快啊，谢谢。谁啊？先生您好，我是客房服务。你们酒店服务这么快啊？快吗？非常。我们酒店的服务特色就是快速反应。听说您刚刚捡到了一部手机。给您带来的困扰，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清此事的。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休息了。祝您入住愉快。Have a good day。你看什么？江千帆。出生于伦敦，父母是移民英国的中餐厨师。查我！你偷听我讲电话？我没偷听你讲大话。你们酒店允许偷听客人讲电话是吧？不允许的。不是，我真没偷听你讲电话，我就是不小心在那儿睡着了，然后我就听见有什么东西。睡了，睡得舒服吗？是挺。对不起啊，江先生。对不起，江先生，实在是抱歉。我先替我们酒店向您道个歉。如
如果你有什么赔偿方面的需求，您尽管提，我们都可以满足。那就不必了。不过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再帮我把房间整理一次。就他。江先生，浴室我已经打扫好了，我再次向您道歉，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酒店。他不追究你是他的事，但是我不能这么放过你。去，再把马桶消毒3次。我已经做过了，浴室里边的每一样东西我都消毒了3遍。我不相信你。看我做什么？自己做错事自己承担。你做什么？这是马桶里的水。我这么做是为了向您证明，我个人的行为不代表酒店。还有，请您相信，浴室我真的有认认真真的打扫过。林可颂，对吧？出了什么事儿啊？哎，你怎么哭了？关你什么事儿啊？我酒酿太好吃了，不行吗？吃着普通的酒酿，有什么好吃的？怎么就普通的酒酿了？你吃过吗？你不知道食物的味道和人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吗？自己多了不起啊！做个饭，2重草香味儿。你说什么？你是那个李猜？怎么？以前没人说过你做饭难吃啊？你是第一个。那是他们对你太客气了。哎，等等，我想请你做我的导游，3天，带我吃一下这附近好吃的东西。3天我给你1000块，你是不是嫌钱少啊？要不这样，1天1000。大哥，1000多的烧得慌呀！你不请那些大厨，你请我干什么呀？你就当成是我钱多吧。而且我不喜欢那些大厨，他们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了。而你不一样，你不但喜欢吃东西，而且现在看起来有空。拜你所赐，我现在特别空。能1天1副吗？能。可以，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条件了。明日早上8点，亮舍酒店门口见，不见不散。记住，别迟到了。终于来了。田先生，早上好。早上好，现在都快中午了。那不是因为路上也不是很堵车啊，不就晚了那么3、4、5、6、7、8、9、10分钟吗？今天先这样，明天绝对不可以。好的。林小姐，我说不可以，
是真的不可以。再有人性子来，我们不好一起工作。对不起，我明天一定早点来。明天天没亮，鸡还没洗成的时候我就来。走吧。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3天是他对我的考验，这个考验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是吗？你等我一下。好吃再来啊，谢谢啊。你好，给我2盒定胜糕。好的。来吧，早上起来吃个定胜糕，有个好兆头。我不要，我讨厌甜食。怎么啦？觉得吃甜食没有男子气概？哎，你闻闻，啊，这是糯米香，而且这里边的豆沙馅呢，不是一般的豆沙馅，是5种豆子磨成的。我讨厌甜食，用给你写下来吗？把安全带系好，走了。这边啊。来，给。你这一杯呢，叫孔雀东南飞。我这杯叫一去天涯望不回。金曼用，谢谢。怎么又来了？我说过我想吃的是食物，不是名字。给人家食物起个好听的名字怎么了？你这个人呢，就是岁数大，成见也多，一早上起来脾气还不好。你说完没有？你这杯呢，本来杭州人讲究喝绿茶，但你没吃东西，喝绿茶就太腻了，所以给你点了水果，还有柠檬茶冷泡的饮料，省了一会儿犯低血糖。你那什么？我这个啊，柑橘普洱，我得解一解那定胜糕的腻，一会儿好吃别的。这点心看起来不错，再弄几份来。事真多。吃吧。这个呢是香葱司康，这个是牛舌饼，应该是北方的。这个是四川的那个什么椒盐桃酥啊，吃。哎，怎么有咸蛋黄的味道？我能不能再点一杯啊？行啊，要几杯都可以。服务员，哎，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有那样的味觉能力的？这个应该算是因祸得福吧。上初一那一年，我为了挣到200块钱的奖金，给妈妈买生日蛋糕，参加了一个吃辣椒比赛，一口气吃了14颗世界上最辣的魔鬼椒，里面有得了第1名，但是也吐到不省人事。西柚、还好有一个我的同学碰巧也在场，柠檬、把我送进医院，我因此跟他认识百了。香果、出院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味觉绿茶。居然比之前灵敏1万倍。嗯，怎么还有墨水啊？你们谁？你这个故事倒还挺神奇的。那我问你，那你对所有味道都很敏感啊？嗯，基本上是，只要是我尝过的东西呢，我都能辨别得出来。哎，不过有一个东西，我始终没尝出来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一家我特别爱吃的烤鱼，他们家那个鱼里有一种调味料，我始终都没想出来是什么。那行，你带我去试试看。我们晚上再去吃那个，他们那儿呢只有晚上才开门。行。夜的白日梦，还有
少个春秋，还有冬。有个饥饿的念头，把所有最高智慧都吃透，都吃透。守护骄傲的资格，让他终于知道我是谁，谁是我。这店你之前来过吗？当然来过啊，不然我怎么能带你来？你好，答一下你的香菜豆腐鱼汤。谢谢。没关系。来了杭州呢，肯定要吃狐仙。这个香糟豆腐鱼汤呢，里边有这个冬笋，还有这个鱼，还有这个卤水豆腐。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豆腐，这个豆腐啊，都是他们每天现点的，所以特别新鲜。而且我跟你说，它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心中鱼泪。心中鱼泪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道小鱼它是在水里，所以小鱼流泪的时候呢，就跟水融到一起了，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流泪。可是小河知道呀，因为小鱼的泪留在它心里啊。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小姑娘取的，不像这家店的风格。是吧？嗯，因为是我现编的呀。吃吧。你看啊，这鲫鱼处理还算不错，但可能是怕鱼肉不够鲜嫩，所以入味的时间不够，导致这些豆腐入味不均匀。本来这道菜还算不错的，但太过小心翼翼，反倒有点可惜了。吃都没吃呢，你就光看看就行了。你看画呢？要不这样，咱们玩点小游戏。这4块豆腐由左至右，入味的顺序由浅至深排列。你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怎么样？这是你排好的。终于有你意思了，你这2个顺序颠倒了，明明呢是这边的味道淡一点，这边的味道深一点。不过也行，你光靠看的能排成这样，已经挺厉害的。哦，所以是我错了。你先看看你手机。我又输了。我怎么会啊？他们明明都是一锅里出来的，怎么会有的味道重，有的味道淡？因为在锅里的位置不一样。没那么简单，快吃吧。江先生，我真佩服你这意志力，面对这么多美食，你一点都不心动。我也佩服你啊，遇到食物就不要命了，拦也拦不住。 3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除了吃，桃儿也会问我今后的安排。后来我才明白，
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有意的在引导我走向厨师这条路了。 Times I feel bored to death. Don't want a hero on the road. Wait for someone 哎，小姑娘，小姑娘，你等等， like a monster 最后一场 who 送给 talk 你， into the wall. 拿着吧，拿着， Give me, 送给你的， give me 最后一场， the breath to say. 给你的，给你吃的，拿 To see, to see 给我吃 the other side. 给我的。对，给你。 Falling, falling with me to the future. 天快要下雨了，早点回家吧啊！ The door will open, let us step inside. That's alright. Hey, me and myself. Hello. Me and myself. Give me the breath to say, to see the other side. Falling, falling with me to the future. The door will open, let us step inside. That's alright. Hey, me and myself. Hey, me and myself. “你吃过糖葫芦吗？林小姐，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糖葫芦吗？因为它外边这层糖在向我们招手，就跟暗恋一样。刚开始吃的时候是甜的，可是就越吃越涩，越吃越酸。来，你先起来，你起来，你喝醉了，我帮你叫车送你回家，好不好？我还得工作，走。回家。嗯，回家。对。我要回家。哎，我能自己走，我能自己走，你放开我。这是整个杭州最漂亮的地方，我们酒店这儿最漂亮了。行，漂亮漂亮，我只知道这天等会就要下雨了，走进去。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丑小鸭，但是就算是丑小鸭，我也想做他身边最特别的那个呀。我研究他喜欢的女生的类型，我报考他喜欢的专业，我不就是没跟他告白吗？我太可怜了。哎，你都敢跟我说那么多了，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我不能跟他说嘛，人家不是说了吗？当好朋友才最长久。我要是告诉他，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呀？他们离不开我，成了我离不开他了。我太可怜了。我问你，
那人是宋依然吗？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你至于吗？志远，你懂什么小孩吗？我没离不开他，他没离不开我，成了我离不开他了。我跟你说，我是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值得为那件事情浪费时间，而我知道是现在已经开始下雨。如果你想要靠下雨来惩罚自己的话，那我进去了。 我的脸就跟这糖葫芦一样，又酸又甜的。我有最后一颗，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了。我回到了乌镇的家，去了爸妈说的单位面试，结果没通过。可是通过了又能怎么样啊？每天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喝茶看报，工资不多不少，事情不轻不重，离家不近不远，一辈子过着一眼看到头的生活。跟我的宋依然，跟我梦想的生活就此告别吗？我不甘心。不去。哎呦我的妈呀！不去。陈宇，不去。最后还是小雨鼓励了我，他说：“既然向宋依然告白是我最大的心愿，为什么不去完成它，哪怕被拒绝？”上海，我来了。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参加本届穆拉尔斯国际厨师协会未来之星厨艺大赛的最后一场海选。截止目前，在上海赛区报名的选手已有198位，欢迎大家。好的，在今天我们的比赛现场不限菜系，各位选手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每个赛场我们设有食材区，你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食材，但我们今天烹饪时间只有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将会通过3位初选评委进行打分，而后将会有8位明星导师对你们的比赛进行进一步的挑选自己喜欢的学员。好，接下来的时间，各位选手 ，everybody， 比赛现在开始。
非常好，非常美味，做得好。菜品的切碎像是分尸，炒制的手法像是酷刑，调味的剂量像是下毒，而摆在盘里的那种美学，则是赤裸裸的恐吓。这位选手不仅不是一个好厨师，简直是厨房里的魔鬼。我们给他取了一个爱称，叫做“恶龙公主”。让我们用掌声鼓励这位伟大的选手，来自上海赛区120号林可颂小姐。什么？ Excuse me， 喂，Thomas， 是我。我找到我想要的徒弟了，就是那个恶龙公主。你没听错，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选走她。谢了。你是不是疯了，郝林？ Miss Quentin， 我先失陪了。谁找我呀？是江千帆。 我还托马斯呢，我。哎呦我这，就是那个江千帆，他说要当你什么导师，收你当徒弟。叔叔，你别闹了，我现在真不想跟你开玩笑。林先生啊，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自己跟林可颂谈谈？啊，单独啊，行行啊，那你慢慢聊吧啊，走吧。来吃走。哎，好。林可颂，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曾经去过米其林餐厅用过餐吗？我记得杭州这个地方没有出过米其林指南，所以我猜你从来没有在米其林餐厅用过餐。段然这个人倒是挺有意思的，上次去鱼馆吃烤鱼的时候，他对我说过。 他在香港的一家米其林餐厅吃过饭，他是怎么形容的？哦，好吃到疯掉。我想问你，你这辈子疯过吗？带我出来拍照时啊，都注意点啊！对，业界公认的事情。看到你们店来了，太荣幸了。刚刚我已经说过，我是上海玉轩的行政主厨，而上海玉轩现在已经是米其林2星的餐厅了。 而且我们玉轩每个月会定时推出新菜色，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可以上网查查。怎么样？有兴趣吗？不出声啊？那糟糕，可能是我的餐厅没什么吸引力吧。我该自己好好检讨一下。我现在去告诉林先生一声。 我去收别人当徒弟了，不好意思，打扰了。那我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林小雨啊，她现在已经入围未来之星大赛的第8强了，而8强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7位导师，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厨师，而我呢，是里面最不厉害的一个。 现在你妹妹有未来之星大赛这个平台，她不见得会想再跟我学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要不这样，你现在出来，跟我一起去问问她。那你说的那个餐厅，我要是去吃的话，用花钱吗？当然不用花钱，那是最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会教你所有我会的东西。 你可以参加这个大赛，拿到大奖，让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对你刮目相看。那我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女人啦？当然，非常大。
站住！谁让你上来的？没有我允许，你不许进来。下去。小气。江先生，晚上好，我可不可以借一件你的 T 恤啊？我这睡衣没打过。哎，你干什么呀你？我没有睡衣，那你也有一半责任啊！谁让你不由分说的就把我关禁闭了？我的私人物品不借。别这么凶嘛！看我多贴心啊！我还给你准备了睡前酒，让你放松一下。第4条规矩，我说过你不能喝酒的。就这么一点点，应该没什么事儿吧？再说了，不是好多厨师都喝酒吗？厨师是必须懂酒，你还不是厨师。好，我不喝，你喝。我的规矩是拿来遵守的，你必须接受惩罚。我喝都没喝，我为什么要接受惩罚10个仰卧起坐。你别开玩笑了。20个。啊？不做。我跟你说过了，9点以后不许洗澡。现在已经9点01分了。你神经病！那我也得把澡洗完了呀。你自己想办法。这个拿回房间去，时间我定好了，凌晨4点。晚安。江千帆用什么洗衣服啊？这么好闻，好特别的味道，就像躺在一个人的怀抱里。呸！在说什么呢？难道是躺在江千帆的身边吗？我才不要！这些邪恶的想法怎么进我脑袋里的？一
定是被他逼疯了。也不知道宋毅然在干嘛。他知道今天的事儿了吗？林可颂，起床啊！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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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可颂，起床啊！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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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半小时，快！我不做俯卧撑，我跑步还不行吗？可以。怎么长成这样的？胸比我大，腰比我细，还是九头身，能当模特为什么要当厨师啊？你看我干嘛？赶快去跑呀！看我你走开！可惜，身材再好也没有用，灵魂还不是跟魔鬼一样。你干什么？连续跑45分钟，速率9，不许停。你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动了，别动了。脚抬起来。我抬高了吗？闭嘴，继续跑，跑。我跑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别做了，拿着。赖都赖死了，还不让人家做。我告诉你，6点钟开饭，你还有15分钟梳洗。哎，不是蒋先生，我就不明白了，健身跟练厨艺有什么关系啊？人不为难一下自己，凡事都做不到最好。做到最好干什么？做差不多不就得了？长大你就明白了。早上好，小面包。琳娜姐，早上好啊！江先生，早上好啊！呀，现在几点了？啊？几点了？啊？回你房间去。我的饭桌不欢迎对食物没有仪式感的人。啊？虽然这只是一顿早餐，但我们都没有资格随随便便对待。你必须对食物、对厨师，还有你自己，有一点基本程度的尊重。说这么严重干什么呀？去换衣服不就行了？回来，回来。要干嘛呀？以后别把手机放桌上。妮娜，这面包烤得不错啊，闻起来有焦香味，吃下去又松软的。你对时间掌握越来越好。谢谢蒋先生。那我再为林小姐烤份面包吧，马上就冷了。不用管它，你先休息。正是。
面对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精致女孩，我看她还能说什么？哼！倪大姐，你干什么呀？我还没吃呢。是我让他那么做的。要是他失职让你吃到早饭，我会开除他的。不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呀？4点钟起来运动，6点吃早饭，这是我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规矩不会因为你的失误而有所改变，你得改变你自己来迎合规矩。不是有句老话叫“适者生存”？饿都饿死了，生存什么呀？生存！从昨天到现在，你想着法儿的折磨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就这样我还生存什么呀？不过就少吃一顿饭，跟尊严有什么关系啊？要不要一点点啊？你说什么呀？我在看你有没有浪费粮食。我最讨厌浪费食物，但为了让你懂得这个道理，值得。小面包，第一天上课，加油！还有5分钟上课啊！我警告你，千万别迟到。要迟到的话，我就……天，这套衣服好神奇啊，穿起来好帅啊！我要被自己制服诱惑了，还这么合身，好像是我穿着它出生一样。连我自己都要相信我会做饭了。漂亮的衣服就是这么有力量，我现在都不生江千帆的气了。6号的香煎牛排，8号的拔丝苹果，不对，大厨不是这样的。咱做饭成这样，怎么做饭啊？咱不为难下自己，你怎么知道能做到最好？我做，让我记住，各600口，我多听的规矩。谢谢你啊，这衣服真合身，就好像给我定做的一样。这是专门为你定做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吃法75，我是8.5、89。真的假的？食材的尺寸，厨师要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样摆盘的比例才会对。算你厉害。这衣服的钱我出。那就行，走吧。等等。我只说一次啊，进厨房之前，先洗好3角巾，这是避免把脏东西呈给客人的方法之一。还有，厨房容易走水，万一发生险情，也可以用3角巾捂住口鼻逃生。听到没有？当厨师还有生命危险？如果你不学得聪明一点，我可不能保证没有。进去。嗨，我昨天没好好看，这厨房好高级啊！喜欢就好，这就是未来1个月你封闭训练的地方。那别人都叫你厨神，你肯定有什么独门秘籍吧？
不是要在这儿教我？是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好，今天任务很简单，成言。言。成言有什么好练的呀？那书上不都写了吗？盐少许，糖适量，这不都靠手感的吗？我讨厌模糊，只有精准才能标准化菜品。2克。2克有什么难的？嗯。哎。停。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2克没什么问题。你知道你盛2克盐用了多少时间吗？嗯，32秒。正常的厨师1小时之内要出100道菜，你盛盐一次用了32秒，100道菜，你用了53分钟，你用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只为了盛盐啊！那你盛一个，你盛一个，我看看用多少时间。你这1秒就盛完了？准确来说是1/3秒，100道菜就是用了33秒。那练成你这样，我得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啊？根本等不到比赛。快点，只要开始就不嫌晚，总有一天学得会。你是不是蒙的呀？你再盛一个5.4克。我知道了。开始。20克是吧？差不多。哎，怎么差这么多？继续。再补上吗？还是？补上，继续。多了。少了。多了。再来一点。不是，这都19.9了，这差一点有什么区别啊？你先下去，到餐厅等我。你好，几位呀？哦，我不吃饭。林可颂在吗？啊，他刚才不在。来，告诉我你的感受。
这个太咸了，味道好冲啊！这个没有味道啊。这碗咸了，所以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是烦躁。而这碗淡了，刺激不到你的味蕾，紧接着是疲惫。这3份的用盐量分别是0.5、0.6、0.4。你的味觉可以让你清楚察觉这其中的差异，也许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但是他们情绪确确实实受到影响。所以唯有精准的控制用盐量，我们才可以带给每个用餐的人一份完美的感受。而这份完美，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做到的事。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听你这么说完，我就更不想做厨师了。你没得选。